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，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，一举解放了川、康、滇黔大部及湘、鄂、陕、甘等500余座城镇。蒋介石亲自督战，仍难挽败局。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，从此再未踏上大路。总裁，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、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，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，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。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，就等总裁一声令下。不忙。志柔啊，戡乱救国，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！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。卑职明白。西南战事失利，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，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。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？一会儿开会的时候，文件交给队长啊。到时候再处理一下。再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，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。建峰同志已经同意，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。是。不是那个刘队长，你的数量不对啊，少了有100-200斤啊。不应该呀，你是不是数错了？我怎么可能数错呢？刘队长，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？还不太合适吧？我组里那么多兄弟，我这怎么分呢？啊，我就是个跑腿的，处里给多少，我给你送多少，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，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？对吧？走了啊！哎，刘队长，这数量就是不对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是不满意，我拉回去就完了。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00斤？啊？说我满不满意？组里面那么多人，你让大家看看，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？我没骗你啊！哎，阿旺，啊，你过来评评理。小王，你过来看看啊，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？这些我也不太懂啊。不是你怎么不懂？你过来，你文件夹了，阿旺没带。你看吧，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。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。刘队长啊，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，你今天别想走。哼，
你想找麻烦是不是？我今天就找麻烦了。你，哎，停！哎，组长，组长您可回来了。他们一直克扣咱们俩。说什么呢？什么克扣军粮？啊，顾组长，咋可能呢？是吧，刘队长？顾组长，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。现在本身都困难嘛，懂，不容易，但没关系，我不是回来了吗？对，这有点钱，大伙也不够分，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。刘队长，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，要不然你把这车粮食都拉走。哎，那倒不用，顾组长，不用，真的。下次有合适机会，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。真的？对，那多谢啊，麻烦了啊。组长，我替大伙谢谢你，真的可算回来。您不知道，您不在这段时间。行了，别老盯着点小事儿，把那个平安号的传情号给我找出来，我有用。东西帮我拿上。哎，你都小心点啊！是。给我吧。好，组长。外婆看报纸啊，外婆看会报纸啊，听话啊。哎，9月19日晚22时到达基隆港，21凌晨6点发船。组长，找到了。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了。但是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。基隆当时是在宵禁，也就是说，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文。什么电文啊？溢出来了。啊，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。哎，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？我之前缴了谷组长的大计，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。升的大气了，那个事情是在变化的啊，也不都怪你。这次的任务很简单，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，所有的细节，他说过些什么话，做过些什么，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，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、习惯动作，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。好，我全都说。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。他是船上的大副，对。我那天正在练抛缆，他突然就找到我。吴次长，吴次长，总长还没回来，还没有呢。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，他去哪儿开会了？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，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。你是第一秘书，你不清楚？黄家将军一天3封急电，我等着总长定夺呢。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，
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。哦，好，等他回来，你马上告诉我。是。9月20号。你猛地这么一问，我也想不起来了。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。3个多月了，确实。但是你看哈，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，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，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。您这么一说，我记起来了。那次靠港特别仓促，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。至于张浩下没下船，他去了哪儿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顾组长，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，我知道的，我能想起来的，我已经全都交代了。我相信你。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？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，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。您这么一说，还真有一次，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。什么时间？他见了什么人？他看见你没？那时候好像也是9月底。他在干嘛？我真的忘了。我就在馆子里，他应该没看见我。啊，那天天气很热，街上都是晒咸鱼的，有一股鱼腥味儿。那你吃个剩了？3鲜面线。老师，你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？反正很反常。这样看来，空军是要有行动了。有这个可能。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，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，轰炸昆明，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？中国这么大，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。顾组长，您不吃啊？哎呀，你不管，我又不饿呢。味道还行，可以。味觉、嗅觉都能帮你回忆，想起啥来没？没有。没关系。那是这，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，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，还是在你的左边、右边？右边。你的右边。在您的右边。你的左边。这边。在你的左边。你当天吃3鲜面线，往左边一转头，看见了张浩。小南，啊，来，站到这里。哎，快！你就是张浩，来。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？对。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？因为是这样的位置，你看不见那个人。那个人是在墙后面。这边有一堵墙。对。哦，怪不得。回头。对，回头啊。对，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，我才看到他的。我记得那天，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。舍不得走呢？
那看来，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。明天带你去基隆港看看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像是这儿。别走，前面着地。记得好像是这边。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、卖小吃的地方。哎，这儿，这边。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他站在那边。这不是你的右边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记错了。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房子？对。你确定吗？啊，确定，就这儿。大家，但是路卡好啦，有几个了，松杆很小啊。好，来，抱歉抱歉。我喊你打拍出来，你就甲讲一声哈。太可惜。多谢。啊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？本地的四破鱼，也叫巴浪。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。还怕您听不懂呢？您也不是本地人。哎呀，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，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？是，那给我来点这个。好，哎，这儿的好，我给您称点这个。好。组长，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？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？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？马厅长又在外边游了。马厅长风流，1个月换一回。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？谁呀？华都舞厅的头牌，还是个空军遗孀。哎，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，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。哎，这新婚的第2天，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，来台湾做了歌女。我见过啊，长得那叫一个水灵。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，天天不着家。哎呀，黄太太，要不然你先替我打一会儿，我突然头有点疼，我去那边休息一下。行，那我来啊。你整天在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？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。谁的？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？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，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？哎呀，他要真有那心思，那我哪里管得住啊？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。你还真大度。那我能怎么办嘛？也是，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？真羡慕吴太太啊，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，是吧？我家李先生也说了，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，从不在外沾花惹草，就知道努力工作。可不是嘛，我也听说了。人可不能妄想啊！哎，我可听说啊，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次长。哎，小点声！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，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。吴次长啊，他不是搬家了吗？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？是个太太打扮模样，那肯定不是你。行了，别再背后议论人了，小点声。邹太太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，我就先撤了，好吗？你们慢慢玩。好，再见，吴太太，下次见啊！好，再见，再见。柳爸把武太太皮鞋拿过来。来了。来，给我吧。啊，谢谢啊。哎呀，今天不好意思啊，扫大家兴了。哎呀，哪的话呀？你来我随时都欢迎。哎呀，是我不好，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。没事，快进去吧。啊，
再见啊。他生我气了？我说错话了不成？柳妈，把段太太的大姨也拉过来，她也该回去了。我这个人挺直爽的，最讨厌是非了。以后窦公馆不欢迎你，请便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呀？这年头说句实话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，再说吧。回来了，太太。嗯。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你今天没加班啊？没有啊，不是约法6章吗？到点回家。话说的还挺老实，宁可相信鬼，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。怎么了？啊？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？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，我知道，也理解。嗯，像你这样的大官儿，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。但我只有一个要求。嗯。不许骗我。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？怎么说呢？今天马太太没来，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。哦。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，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，就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。哪个太太？段太太。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？你别问了，没说什么。雨荨。嗯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不许骗我。嗯。碧葵，你18岁，我们相识相爱，结婚30年，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？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，我不应该听，说了什么呀？哎，碧葵，这句话要听啊！不管听到什么，你都要相信，我不会骗你，要相信我。嗯。发型真好看。嗯。早，老师。段推直在查谭太太，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。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，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，
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。你尽快给他办理抬升。好，今天就办。能知道金夏情报的人不少啊，你还是怀疑吴司长？能够掌握厦门、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，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，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，只有吴司长。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，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，这2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。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，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。当然，不论是哪种关系，只要把他查清楚，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。要红红一窝，这种情况很多见，还不够，还是太外围了。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，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报。是，属下正在想办法。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，还亲力亲为，这在别处啊都得自己搬。干啥呢？干活啊？一直在干。我干完早拿钱啊。哎，往哪儿放啊？哎。这个也放门口。哎，您好，您这是？我想解个手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请。不是，里面的不。从这儿左转，右手便是。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，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。我一直在找机会，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。组长，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。行了，我帮你总结一下，就是普通的身份渗透不进去嘛。是。你说这个三荣行，真插不进去，水也泼不进去的。要咱们打进去啊，确实有点困难。光明报那个案子，咱们抓回来的吉隆工委成员还剩多少？30几个人吧。30几个。啊，您的意思是，我们假扮成吉隆工委的人？这主意好呀，组长。我怎么用的？我不是伪兵，我没有啊！我没有干过，我是你怎么用的？我怎么用的？求求你，我没有干过，我怎么能干过？放我了！这不是啊！张老师，久违了。哎呦，您都瘦了。哎，够折磨。
雪，47条人命，你晚上睡得着觉吗？睡得着。您忘了，我也是维护主义者。你不得好死，还真挺合适的。带他出来。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吴次长，请留步。学长，外交部告诉我说，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捷兵团撤进越南。哦，好啊，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，总比让林彪多抓3万俘虏要好。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。缴械？向法国人缴械？进。组长，您找我啊？来坐。那最近收成怎么样？什么收成？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？组长，我没有吃独食。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，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。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？保密局侦共防共组。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，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。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，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。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，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，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。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，抓不到共谍，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。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，正好派上用场，不像于霄南那样笨嘴拙舌的，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。是，组长，您怎么会知道？你不是这么说的吗？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。对不起，组长，属下确实口出狂言了。哎，怎么叫口出狂言呢？你看，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，我才专门从叶署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。想多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走。退一步说，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捷兵团不许缴械，固守待援，你觉得他们能听吗？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。黄捷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，只能借道越南转运回台。此前吴石几番找周至柔打探消息无果，现在周至柔主动提及此事，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。随即吴石顺水推舟，借自己反对黄捷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，刺探出周至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，而后见机行事。无论如何，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？那总长，您打算怎么安排？黄捷兵团缴械以后，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。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，所以啊，
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，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。是，明白。那我来负责，直接向你汇报。3万人，我需要运输舰，我粗略算了一下，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。好，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，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。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，那也只能暂缓了。不可暂缓。总长，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，如果他真的被俘了，谁的面子都不好过。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，那毕竟是3万有生力量。好，那就有劳学长了。放心，我尽力而为。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，为组长多抓共谍，让真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。怎么是为我呢？你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，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。刚才你自己都说了，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。好事情。是，为咱们组多抓共谍。好。南国联网，现在我这儿就有一个任务，需要你去执行。马厅长，吴次长来了。哎呦，吴次长，您怎么亲自来了呀？马厅长好雅兴啊！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，纯粹是消磨时间。哎呦，你这个厉害，罗振玉，哎，真是大行家。次长，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？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，成天在我面前炫耀。没问题啊。你想好内容告诉我，我写给你。来，请。您是大学问家，又是大书法家，您写什么都好呀。来，你喝茶。前一阵子啊，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，那宣纸都是精选的，其中有一方啊，57烟，哎呦那块木哦，真是难得。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公馆了。多谢马厅长。宣纸宝贵，但是兵员更宝贵。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！我今天到这儿来，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，来请求你的。哎，次长，请求可不敢当啊！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，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。那我就不管二母鸟了啊！黄杰兵团3万人，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。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。您就算扒了我的皮，我也编不出5艘运输舰。不对啊，我知道，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，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。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。次长，我就是个管后勤的，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，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呀。那怎么办？就让黄杰兵团3万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？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，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，或国府脸面，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？次长，您看这样，我先给您派3艘，行不行吧？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，那你就把送到避舍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。啊，接不回黄将军部队，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。哎，次长，您别走。那我就说实话啊，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，挺进海南岛，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。顾总长派了1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，
多中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。 重之重。司长，话是这么说，可邹中长也说了，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，我也很为难。这批船出发了吗？最后一批刚刚出发，您放心，只要船一回港，我立刻先调给您用。 但是呢，你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，让总长啊再宽限2天，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，是吧？好，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，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，再想想办法。老师，准备一下东南站去作战的。是。 博士，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？赵州安排4天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，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，但是很着急。您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？不排除啊。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，如果2者有关系，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。 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，你跟我一块儿去，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。好。传世文章，必情见长。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，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，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，一定不能眼里只有污。郭老师，郭老师好。 吴老师，哎，张老师，说得好呀，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。哪里，过奖。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。庄老师，你在台湾不孤单吗？臣生当元首，死当节草。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，今拜表以闻。李密这首《陈情表》写得好啊，以情动人。是啊，以情动人，真好。4个月之前，我还在这里教国文，那种平静的生活，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。组长，
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说，谷组长大破光明案，端了更迭在基隆的老窝，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。我以前干这一行，就是怕被人欺负，要混口饭吃，没想到还能跟你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，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你手下不可，结果还真被你给挑来了。光明报案，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。30万？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。消息蛮灵通的嘛。我是听别人说的。你觉得600块少吗？那你这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。600块不多，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。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，因为只要破了大案，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。要不然，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？钱不够花，又破不了案，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。是，组长，只会耍小聪明，就干不了大事业。以后您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半步。来，快点！张总，小心点啊！注意啊！走。放到那边去啊！张总，这老跟我一块儿啊！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。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，东为浪费了可惜，装点土特产，赚点运费。4天会打算吗？哎呀，这是没有办法，次长，现在到处都要用钱。我看那艘自由轮不错嘛。次长，那艘啊，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，您看，咱们去看看别的。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，这个留给我。走，上去看看。要干大事业，也得从小处着手。那我觉得呢，以你的质素，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。渗透啊？对啊。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，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，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。所以我计划安排你，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，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义良的底。可是组长，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，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。行了。怕个屁呀！坐。你翁连旺。越南撤兵，吨位小了，派的船就多，协调起来麻烦，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，毕竟是外事活动，你船太寒酸了，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。对，总裁最看重国际形象。司长，您再看看。我下船舱去看看。来，进。
怎么？你脑袋坏掉了？我在背讲义了，郭老师，有什么你就说啊。好啊。这油桶拿来装水了。那可不，正儿八经美国货。你看，这不写着呢吗？美国空军专用油桶，比原来咱们那铁桶轻多了。舟山刚卸货，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，挺方便。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。从航次来看，数目还不小。可以确定，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。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？从11月份起，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，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，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。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，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，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。舟山，如果是舟山的话，应该是在东南方向。东南诸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，就是舟山定海机场。老师，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？卑职以为，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，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，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，尤其是电厂、船厂、自来水厂、码头等，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，以确保舟山安全，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。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，会波及无辜。上海在党国的手里，那才是上海；在共党的手里，那就是共区。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，注意保密。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。总裁放心，卑职计划从2厅抽调精干，专门负责保密工作。我可以向您保证，除了空军之外，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。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，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。上海，炸宁波最方便，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。炸杭州也可以，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，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。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，我判断，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，提前囤积航材物资，伺机轰炸上海。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，空军可以就近整备，大大提高出动架次，
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，那对上海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。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，跑出去，回头就要炸死他们，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。上海只是其一，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，依托岛上的机场和军港，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，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。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，把情报送出去，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。老师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，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，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。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，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，恐怕不容易啊。当然会不容易，那也要先试试。这陈太太办的立台证办好了吗？办好了，明天一早我就联系她。你让她带话给小万，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。好的。喂，鸿祥绸缎庄，请问是陈太太吗？啊，我是。您订的新料子到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，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，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，保险起见，您尽快离开。我已经考虑清楚了，进涉上海的同志很多，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。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。祝你早日得胜回来。男儿一世当横行，巾帼起舞翻海境。您找哪位？啊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？殷雪芬？我是她的老同学。啊，您是说吕太太是吧？人家先生高升了，已经不住这儿了。哦，他们上个月刚搬走。哦，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哦，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。妈，您跟谁打电话呢？我在宁波的时候，一个老同学，听说他也在台北，我想联系联系他。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。找到了吗？是搬家了啊。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，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。嗯。哎，妈，您饿了吧？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？做什么呀？酸菜白肉啊！酸菜白肉好啊，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哦，我特别爱吃。真是乡音难改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。我刚来台北那会儿，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。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，而且又贵，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。阿菊，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？哎，你好，一整片。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。
我的老三呀，鱼子港一个不陆巡。钱太太，要么再送拨侬一只吃饭糕好吗？哎呦，搿啥好意思？啊，应该的，侬通照顾阿拉几年生意了嘛。谢谢哦。到年来大厨啦，通是从金海过来啊，别拿高飞个保证啊，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。搿侬先等着，我去准备下班。谢谢。李太太，侬好，于经理。李雪芬，朱怡，朱茵呀！哎呀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我来看我女儿。你也来台北了？对呀。哎呀，你一点都没有变哦，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在这里等了你3天了。你在这里等了我3天？对呀，我到台湾来之前啊，他们说你在台湾，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，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，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，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，我肯定能等到你呀。结果你看，让我等到了。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？那我肯定继续在等你呀，我肯定要死等了，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。好的，今天等到我了，我来请客。走。哎呀，你请什么客啊？我都点了，你再加几个菜吧。哎呦，那好吧，于经理，多菜点嘞。好。哎呀，来台湾这几个月，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。哎，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，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。好在这家餐馆呢，菜的味道还很地道，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，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。小亚哦，小夏。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。哎，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了，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，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？你说的那次啊，是周太太组织的啊，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，其实义卖啊，就是个借口。但是雪芬哦，这么多太太里面啊，你拍出来是最好看。哎呦，哪里呀？其实那些太太们啊，还真的有来头的。什么来头啊？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，还有国防部次长、厅长的夫人们。哦，你们常聚啊？一周能有个2、3回吧，有的时候打打牌，有的时候唱唱戏。听上去很热闹，很开心的样子。热闹还是挺热闹的。哎，朱一英，我觉得你变了啊！以前呢，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。哎呀，不瞒你说，到了台湾，人生地不熟，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，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，觉得很开心。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，嫁到了沈阳，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，已经是先夫了。他姓陈，对我非常好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已经过去了。我现在改名字了，我叫朱晨之，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。朱晨之很好听啊。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，你跟我一起吧。哎呀，那不行，我一个平头百姓，怎么好跟着你混呢？那有什么呢？你是我的朋友，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的。跟着你们热闹热闹，倒是还挺好。这么多太太，那有什么讲究吗？哎呦，好像是吴太太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雪儿，过来，帮我招个牌哈。好，赶紧的。我这把牌可好了，你帮我看着点哈。哎呀，对不住啊！吕太太啊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？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。哎呀，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。就是的嘛。介绍一下，陈太太，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。
窦太太，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啊。雪芬老师提到窦太太的名字，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。陈太太是不是啊？啊，幸会幸会，里面请吧。啊，谢谢。陈太太呢，刚从香港过来，我也是这2天才跟她联系上的。这不老朋友见面嘛，就说个没完。今天我带她来啊，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。啊，刘妈，备茶。啊，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，这是我在香港买的，美国的牌子，这牌子还不错的，一点小小的心意。我知道这个。哎呀，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颜色，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。哎呀，阿娟，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。哎呀，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怎么能要了？来来来，哎呀，你就收下吧。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，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。哎呀，哪里哪里呀，喜欢就好了嘛，一点小小的心意啊。吴太，你可算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怎么会呢？路上耽误了点时间。走走走，里头说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段太太啊，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，她上次太过分了，所以啊，我就把她给回绝了。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，我觉得呀，她以后再也不会来东公馆了。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啊，说那些八卦没意思。就是啊，哎，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，要不我真的是窦娥冤了。哎，你穿太少了，哎，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这么凉呢。今天来了不少人吧？今天来了不少行家，一会儿啊，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。走。哟，太太怎么才来呀？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奎，是这儿的座上宾。哦，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。来吗？来打吗？你们先玩，你们先玩，我们先玩。不打扰你。好嘞，你们聊啊。来。今天来了位新朋友，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，对，刚从香港过来的。是的，陈太太今天呢是第1次来。吴太太好，你好，陈太太，幸会，幸会。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吴石，蒋介石可能怀疑他了。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，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，还是百密一疏。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，他都需要极为谨慎。趁此秋地无声，正好寻吕太太，你这唱功见长啊，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。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哎，那我唱完了这个《寻梦》，谁来唱《游园》呢？吴太太，侬是不是要唱2首的呀？就唱个《游园》怎么样？哎呀，是啊，唱一首啊。没有，刚才喝了2口酒，嗓子有点不争气。你们继续吧，我就别扫兴了。唱一段吧，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。是呀，你唱的那么好，是不是唱吧，唱吧。要不我来献丑2句？好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，太好了。我借扇子一用。好，奏乐。不到园林，怎知春色日徐。
了，先生。先生，您吃晚饭了吗？吃过了。太太不在家，她去斗狗馆打牌去了。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。哦。最好。他君贵在中的心。天作之合。哎呀，很开心啊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很开心啊，祝你喝茶。来，吃水果。吴太太，你嗓子真好啊！哎呀，高也高得上去，低也低得下来，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，婉转婀娜呀。哪里哪里，陈太太谬赞了。真的，我一听你开嗓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实在是太好听了。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？哎呀，人太多了，不太好意思开嗓。哦，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，窦太太很活泼啊。也很好客，也很爱热闹，是不是？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，也挺好的，一点都不发怵啊。我这方面还好，我在香港做生意，人来人往见多了。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？我是宁波镇海人。哦，你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？哦，不是，是来看我女儿。她生孩子了，生了个小宝宝。你这么年轻，都做外婆啦？哎呀，哪里年轻啊！你太客气了，真的很年轻。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，是在上海。我开过钱庄，开过书店。哎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我都做过一些。好厉害呀，能做这么多事情。上海我也去过，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，那儿特别好，我觉得。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，我女儿是学医的。真的？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。真的？啊，这么巧啊！哎呀，吴太太，你怎么称呼啊？我是说你的本名。哦，碧葵。王碧葵，哦，王碧葵，我姓朱，我叫朱晨之。哎呀，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。平日里来呢，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，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。这个太太那个太太，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。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，是吧？是啊，平日里被叫妈、叫太太已经习惯了，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。但是我觉得，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。我有2个孩子都很听话，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。但我还有2个大孩子在大陆，看不见也摸不着的，就算是生病了，我也不能照顾他们。说到这儿，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。我呢是这样的，
我在家里的时候呢，经常会想，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。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，又会经常想，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、守着老公比较好。唉，人总是很矛盾的啊，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。啊，今天到豆公馆我就很开心，我们一起喝茶，一起聊天，一起唱戏，真的很热闹。哎，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？我再待一会儿吧，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，比在里边更舒服。说好了啊，过几天来我家做客，我给你烤点心。好啊，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。好。沈太太，你太客气了，我还怕招待不周呢。太太今天也来了，沈太太，你可得经常来啊。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。好啊，好啊。来啊，好，那我们走了啊，再见。好，我们再见，再见啊，一起来，再见，再见。这是什么风啊？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。哎呦，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！哎呀，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。他没来呀？啊，他今天没来？他今天没有来啊？不是，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儿玩啊。哎呦，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？啊，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。段厅长啊，这段太太呀，又年轻又漂亮，这思想呢也比较活，您可得看好她呀。啊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我要太太。好想要只看有些啊。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。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。哦，我与他一见如故，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。什么样的朋友？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，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，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。好，不唱了，我去睡觉。夫人，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。你又不是没听过。我想听。